绿茶女星内涵，我是内娱普女，安排黑粉冲了我的直播间。小普普混不下去，出来带货了，我直接摆烂发疯。带什么货？带这个蠢货吗？公司年会，绿茶缠着大老板，建议封杀我。我也缠了过去。老公，你说句话啊！我靠一部小成本网剧小火后，知名导演向我抛来了新剧女一的橄榄枝。就在我准备签约的时候，经纪人把这部剧给了公司新签的女明星林淼。他还一副好人的模样安慰我，你再磨磨演技，下次我给你接个好剧本。我冷笑打断他，周鑫，这部剧导演钦点的是我。周鑫没料到我这么大反应，语气敷衍，投资人定了林淼，楚，这就是资本的力量。那我自己去跟导演说，我转身要走，被他拦住，为这么点小事你要找导演？小事？周鑫，我们是合作关系，不是上下级关系，你没有经过我的允许把属于我的角色给林淼，我需要一个公道。公道！林淼冷哼一声，娱乐圈谁红谁有话语权，你有吗？经纪人也附和，楚，是投资人点名要林淼，你剧刚播完，正好歇歇，我再给你接好的剧本。他所谓的好剧本，就是去各个无脑恋爱剧里装嫩演白痴，降智女主。这些年我评价好的剧都是靠自己一个个去试戏得来的。这次的剧是谍战片，有儿女情长，也有家国情怀，格局很大，剧本看了我非常喜欢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爷爷是老红军，我想圆他一个梦。我看向经纪人，这部剧我装也试试了，剧本也读了，饰演也达标了，导演都很满意，就因为资本，所以要给林淼是吗？周鑫也急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质疑我？都说了给你新剧本，还要怎么样？楚，你别不识好歹。林淼跟我擦肩而过，一脸轻蔑，哪怕没有资本，我捏死你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，黑我的料就全网飞。找了几个所谓剧组人的爆料，说我耍大牌，放大我参加节目的举动，说我心机女，搏出位，甚至还造谣说我为了女一傍上了知名导演。这能忍？我直接开大号和他们激情对骂。楚是谁啊？臭婊子还真腰有能耐。我死了，坟在哪儿？你祖坟就在哪儿。你说我是谁？楚算什么个东西啊？这么丑还敢蹭我老婆的热度？我这都不好看，那你要看什么？看破红尘吗？又去傍人？哟，这女的好像在 KTV 见过。哦，是吗？姐下次去 KTV 啊，还点礼物，靠自己的力量成功把自己送上热搜。一时间，井号楚嘴强王者，井号楚对人，井号楚看破红尘接连爆了。我趁热打铁，在微博上发了一条消息：今晚8点直播，不见不散。别人都靠小作文律师函辟谣，老娘今天亲自下场辟谣，做就要做娱乐圈的第一人。刚发了微博，经纪人打来电话，姑奶奶，你这是要干嘛？我抠了抠指甲，没干嘛，跟粉丝们聊聊天。你可别说些不该说的东西。我冷笑，什么是不该说的？是你跟林淼沆瀣一气抢走我资源的事，还是林淼买通营销号黑我的事？那边沉默了半晌，怒道：你有证据吗？你以为你说了别人就会信？我又没那么傻，别人信不信我管不着，我就是想自己爽。还没到8点，我打开直播，瞬间就被评论淹没了。卧槽，真来了呀！活的，这姐是真勇。姐姐对人，我跪着听。姐姐快开麦迷死我！当然也有不好的声音。这女的真是炒作无下限，以为会骂人就了不起是吧？装杯。疯女人这是蹭热度呢，还不是想趁机开直播带货挣钱？这牛马都有粉丝，他们是眼瞎吗？楚滚出娱乐圈！我默默看着，等8点一到，我打开了音乐，摆上了瓜子，开始表演。黑粉阴阳我，哟，混不下去来出来带货了。我回，带什么货？你这个蠢货吗？有人外貌攻击我，又是一个整容脸，看起来都一样。不对，我们女的美的都一样，你们男的是丑的千奇百怪，普信男恶臭发言，反正明星不都是出来卖吗？100元今晚陪我。我冷笑，家里没有镜子，总有尿吧。我回复了1个小时，评论里此时也充满了一些和谐的声音了。他怎么回怼都不带思考的呀？我把脑子游过去，姐姐给我开光吧，呜。一吵架就泪失禁的人，简当太羡慕他这个嘴了。姐姐多说点我爱听。在哪儿可以学呀？我能报个班吗？妈的，我每次吵架只会被气得脑仁疼。姐姐好飒，我好爱。果然没有素质后，精神状态就会好很多。中途经纪人又打来电话，生怕此刻疯批的我再把他的事情捅出来，放下身段给我道歉。我淡淡一笑，道歉就要拿出道歉的诚意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缓缓开口：那部剧确实给不了你，她是公司大老板方思妍的老婆，隐婚，人家有后台有资本，方思妍这个名字这么耳熟啊，这不是我老公吗？这就有意思了。所以根本就不是制作人钦点他，是你故意讨好他，把这个饼送给他献殷勤是吧？周鑫哑口无言。林淼故意签到跟我一个公司，还同一个经纪人，不仅是为了踩死我，还想勾搭我老公啊！被我说中后，周鑫气急败坏，是又怎么样？你直播火了又能怎么样？没我你依旧没戏拍，我还可以以败坏公司名誉为由起诉你，让你赔偿公司钱，然后封杀你，你这几年赚的都不够赔。哦哟，我真的好怕怕哦。
我直接挂了电话。我跟方思妍是豪门联姻，结婚3年。你要说没感情吧，也不太可能，毕竟睡都睡了那么久了。你要说感情深吧，那也不太至于，豪门里真真假假，闭一只眼就过去了。但被经纪人这么造谣到自己老公家身上，我心里还是有点闷闷。于是我趁机在直播间里问别人的恋爱经历，不料太多恋爱脑。更过分的是，有个粉丝在评论区留言：我真的很爱他，哪怕他心里只有他的白月光，我感觉要没有他我就活不下去了，怎么办？我惋惜，妹妹，男人哪有搞钱香？今天努力拼搏，明天8个男模，只要姐有钱，男友还在幼儿园，年轻亲亲又没结婚，不知道在烦恼什么。哦，8个什么声音？评论区瞬间炸了，惊，有男人的声音，这姐要直播官宣恋情吗？卧槽，这声音好鼓，我哭死！救命！我耳朵已经怀孕了。镜头里没有出现方思妍的脸，我转过头，惊恐地看着她。她低笑着走近，声音低沉磁性：“看来我走得太急，没有喂饱你是吧？”我颤抖着声音：“我在直播，虽然我眼疾手快，马上关掉了直播，但我还是被方思妍黑着脸，前前后后、里里外外都惩罚了一遍。第二天，化妆师来给我化妆，都遮不住黑眼圈。晚上有一场慈善晚宴，每位参会人员捐献自己的物品进行拍卖，善款用于公益慈善。我选了我爸设计的珠宝项链，全世界只有这一款。之前就让周鑫拍照发给过主办方。路上我给方思妍发消息：老公，今天会在现场吗？那边给了一回复，会我，那你千万别恋爱脑犯了，当众说出我们的关系哦。方思妍，我进娱乐圈全凭喜好，当初方思妍就不同意，我1哭2闹3上吊，还承诺不用他给资源，只靠自己也能闯出一片天。因此对外隐婚且隐瞒了我跟他的关系。刚被助理引到后台，就碰到了林淼，他一副趾高气扬的表情，上下打量了我几眼，嘲讽了一句：穷酸样。我看着他身上最新一季的高定，没说话。他并不知道我穿的是中国高定第一人亲自设计的礼服，并不对外。周鑫从外面跑进来，站在林淼身边，小人得志的模样。楚楚，要是你现在给我道个歉，我还是会好好给你张罗新剧本的。并不需要，可能我的不领情气坏了他。他慌不择言冷笑，那就别怪我没给过你机会了。我没理他，走到属于我的座位上，并把手里的项链给到了主办方。拍卖都是以娱乐公司为单位进行，前面都进行的比较顺利，直到中途主持人介绍我们公司，接下来是星耀传媒林淼、楚楚一起带来的藏品，我们看看是什么。工作人员打开围布，展出了2条一模一样的项链，在场一片哗然。其实项链一模一样倒是挺常见的。不常见的是，这个珠宝设计师是我爸，他只接受定制，且所有的珠宝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显然工作人员还不够了解，介绍到项链来自于知名设计师黎天海时，底下已经有懂得人在窃窃私语了。也就是说，上面的项链肯定有一条是赝品。又联想到我的咖位没林淼高，更没有他出道早。而坐在前排的林淼扬起高傲的天鹅颈，给人一种行得端坐得直的感觉。所以大家的目光纷纷投到我这边。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显然主办方也有点懵。但娱乐圈嘛，抓马的事情就是天天都会有。既然没有证据，那拍卖就继续进行。珠宝起拍价是200万，先拍卖的是我的。叫价的时候，整个会场根本没有人举牌。我还听到有人在说：“这谁？名字都没听说过的人也配出现在这里？谢邀，我是你爹。”还有，这是明晃晃的碰瓷是吧？哎呦喂，今天这趟算是来值了，少吃点盐，看你闲的。有人直接站起来了，拿赝品出来侮辱大家的眼睛，这合适吗？卧槽！你特么眉毛下的2个窟窿眼是喘气用的。我刚准备站起来反驳，安静的会场里突然响起了一道熟悉的声音：方氏集团2000万。方思妍举起了牌子，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。我家亲亲老公，这是来英雄救美来了！呜呜！于是所有人都朝他看了过去。他代表的是方氏集团，而方氏集团代表着什么，在座的都知道。而我明显看到前排的林淼身子趔趄了一下，于是珠宝顺利被方思妍拍走。等到拍卖林淼的项链时，会场比我刚才还安静。最后流拍，林淼脸都气黑了，把我堵在了后台。你跟方思妍是什么关系？我冷笑，你猜？他气惨了，开始骂人，臭婊子，一个女明星居然这么不文明。我嫌弃地吐出一个字，滚。这个时候周鑫也跑了过来，楚楚拿假的东西糊弄方思妍，你就等着之后被封杀吧。我含笑道，你也滚。就在此时，方思妍的总助拿着刚才的项链找到我，楚楚小姐，这是方先生专门要我送给你的，别因为不值得的人生气。我在林淼和周鑫的怒视下接过属于我的项链。切，方思妍这狗男人还挺懂浪漫，所以当晚我格外主动。方思妍搂紧我，用不用我找个人动手？我靠在她的胸前，别啊老公，逗猫逗狗挺有乐趣的。果不其然，这件事已经开始在网络上发酵了。
本来晚宴里人员杂乱，即便是没有对外开放，但这件事还是被放在了社交平台上。太阳底下无新鲜事，我看到广场上有很多人在骂我了。哟，一个小胡咖也配买离大师的珠宝，笑死人了！退圈吧，傻杯！又来沾边我家淼淼，有些人是离了我们家就过不去了是吧？天天拉踩，天天输，还不长记性，还不是没见识呗？以为可以随便买一条项链装杯，结果装过头了，疯批楚楚滚出娱乐圈。上次直播圈了一些粉，也有一些粉丝在维护我，并艾特经纪人周鑫的微博，让他出来辟谣。我看周鑫回了一句：劣迹艺人已不合作。我直接开大号对骂：棺材里放屁，阴阳怪气！我楚楚虽然胡蛋一直疯批，没你家正主绿茶。我是配钥匙的，你家林淼配跟我相提并论。你这嘴淹了几年啊？这么入味，管得这么宽，你家门前路过的收费车，你咋不去尝尝咸淡呢？林淼还亲自下场，用一个哭泣的表情包回复了粉丝，彻底把舆论点燃。周鑫给我发来消息：你疯了吗？我一直都是这么疯，只是以前没人这么招惹我而已。看我没回复他，继续道：滚出娱乐圈的人有了接班人偷笑，我没理他。正要开直播发疯的时候，微博突然有人艾特我，然后词条井号顶级珠宝设计师黎天海，井号黎天海澄清被顶了上来。我爸那个老古董什么时候有微博了？好家伙，原业注册呢，属于是还搞了一个黄微。黎天海是我爸的艺名，我进娱乐圈把自己的身份也隐藏了，所以没人知道我跟他的关系。我爸发了一条微博回应，大意是作为我的好朋友送了我一条项链，希望我每天都有好心情。因为整件事情发酵，有人跑到他这儿问了，为了朋友的名誉，只好出来澄清，并提到没收到过林淼女士的预定，如果是委托别人买的话，注意是不是遭遇到了诈骗，毕竟他的作品都是定制，他的公司可以跟他一起维权。同时还在微博里晒出了这条项链的手稿以及跟我的合照，算是彻底的打了林淼的脸。澄清的消息一经发布，瞬间冲上了热搜榜。毕竟黎天海在珠宝圈的地位没人不知，只是没想到会因为我开通微博并亲自发布澄清谣言的信息，林淼的微博直接被冲了。我来翻译一下哈，大意就是人家大师跟楚楚是好朋友，跟你不仅不认识，还被你搞了一件赝品出来，晦气，笑死了。请问林淼女士，你下载国家防诈骗 app 了吗？这姐真的是比人家红一点，就天天拉踩别人往人家身上泼脏水，这下把脏水泼自己头上了吧，活该。跟楚楚道歉。路人都看不下去了，林淼最喜欢当面一套背地里一套了，发那个哭泣表情不就是想网暴楚楚吗？哦，眼看舆论在反转，我赶紧给我爹打电话。你啥时候会搞这一套的呀？我爹在电话那头一脸疑惑，你老公做的，你问我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有点感动是什么鬼？我赶紧给他发消息，我爸的文案你写的，方思妍总助写的。你以为他一年几百万的薪水是怎么来的？果然，我就不能对资本家抱有期待。不过这下周鑫和林淼要跳脚了吧？只是我没想到，这两人开启了直播，还在里面阴阳我。点开直播的时候，林淼那张顶级白莲花的脸就出现在了我面前。他眼含泪光，因为私事占用公共资源，跟大家说声对不起。已经有100万家人观看，评论区都是他的粉丝在捧臭脚，算是内娱第一个开直播道歉的女明星类。林淼好棒！对呀，我们家老婆也是受害人，200万的珠宝又不是买不起，真没必要。那肯定是有人专门买水军呗，脏水还是往我头上泼了。有眼尖的看到我进来，又开始骂我了，是淼淼的猪猪啊！快看是谁来了？原来是楚楚那个胡咖呀，跑来偷窥，脸皮真厚啊，爱吃葡萄，不就是认识个大师吗？看把他给能的，还找人出来帮他澄清，一副睡出道的样子。这淼淼现在还立什么真性情的人设啊？他纯就是没情商。这种人怎么都还有这么多脑残粉啊？想不通，实在想不通。不过我为啥还要一再二再而三的给他脸呢？他不是最喜欢阴阳怪气吗？就当谁不会一样，说我立心直口快的人设是吧？那姐今天给你们表演一个绿茶本茶。我反手打开了直播，因为没预热，人也不太多，我直接就在现场开始念林淼粉丝针对我的恶评。我这人从小天不怕地不怕，没有玻璃心，所以被他黑了这么多年，确实是懒得去回应。现在嘛，既然有人想提，那我就陪他玩玩。针对一些评论，我回应是淼淼的猪猪啊，你把脑浆摇匀了再跟我说话，猪涨价了，我觉得你也快值钱了。爱吃葡萄，人类进化的时候你是躲起来了吗？你说话好难听啊，一副胎盘被养大的样子。挚爱淼淼，我就喜欢说实话，没你三观歪，没你智商低，气死没！眼看着直播间的热度一点点攀升，已经有很多林淼的粉丝闯进我的直播间了。我用另一个手机看林淼的直播间，下面居然清一色的全是安利我。有一说一，你们真的不去楚楚直播间看看吗？这女人长了一张我都想要的嘴，求求大家去看看吧，不好笑我头拧下来给你玩。真的，
去楚楚直播间吧，这姐有黑料那是亲自上啊，比只会发律师函的强多了。我的直播间当然也混进来一些不好的话。这又是谁啊？还在演呢！我淡然一笑，我是你爹，有72变，你忘了吗？评论清一色都是在扣6666，可我不能忘了今天的本意，阴阳怪气谁不会是的。我调整了一下镜头，缓缓开口，针对今天这件事，我也想做一下回应。直播人数已经高达20万，虽然没上100万，但对于我这个18线小胡咖已经算挺多了。我端坐着继续说道，感谢大家赏脸来我的直播间，确实没想到这件事能引发这么大的讨论，让我这个胡咖受宠若惊了。针对山寨珠宝这件事，我相信林淼女士也是受害者，毕竟她签约我们公司的时候一并把我的经纪人带过去了，别人工作失误对她造成了伤害，我也表示理解。希望大家多关注林淼女士的作品。评论区瞬间淹没，笑死，演什么都只会瞪眼睛的人有作品，观众又不是眼瞎。等等，我能这么理解吗？林淼跳到楚楚的公司后，把人家经纪人也带走了，这跟抢有什么区别？不是我说，山寨这件事，我不相信林淼是无辜的。他如果不受益，一个经纪人哪里有那么多钱去买一个一模一样的赝品回来？当我们是3岁小孩呢？我微微一笑，继续道，我也不怕说，我跟周鑫确实闹得不太愉快。如果他是为了报复我才把我的角色……哦不，这是可以说了吗？我点到为止。评论区已经有我的粉丝在说了，怪不得最近姐姐没进组，原来是角色被抢了呀。有一说一，楚楚虽然疯批，但是演技是没话说的。就因为咖位大，刚来就抢人家角色，还伪造赝品，这确实是林淼能干出来的事情。我继续解释，不好意思，大家，我说错了。林淼女士的演技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，毕竟是出道几十年的老戏骨了，万万不会做出欺负咖位比她小的事情来的。林淼仗势欺人的事情还少吗？那个新人跟她一个剧，不是被她打压？你们别忘了，他以前是怎么对待工作人员的。有一次拍摄的时候，他直接叫助理把人家的手机扔了，不准拍。互联网没有记忆吗？感谢大家对这件事的关注，解释清楚了就好了。我只想好好拍戏，真怕饭碗不保，只有回家了。CPU 都给孩子烧干了，不敢说是因为林淼后面有金主吗？课代表来喽。这姐说的应该是真的。总结来有4点：第一，故意打压他；第二，联合经纪人针对他；第三，抢角色；第四，职场霸凌。我再加一条哈，前段时间楚楚突然多出了很多黑料，估计就是林淼干的。好家伙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怪不得这接二连三的热搜都是林淼和楚楚的。要说不是故意针对，真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发生这种事情啊！另外一个手机里，林淼在直播间已经慌了，一大批路人涌进去。林淼，你的行为就是霸凌吧？之前不是有报道还霸凌过其他记者和工作人员吗？你道歉了吗？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要黑楚楚吗？演戏只会瞪个眼睛，水里随便抓只鱼都比你会演。出道几十年，演戏没长进，整人倒是有一套。楚楚一个胡咖你都不放过，是不是在没有人角落里有很多人被你玩死，我们都不知道啊？林淼这个霸凌女星能不能滚出娱乐圈？经此一役，舆论大反转。有人扒出慈善晚宴上林淼所谓的高定，人家品牌方都没认领，经过细节对比，确认是山寨货。还有人扒出来，林淼已经很多次这样干了，借跟高定一样的服装，真真假假混穿。而又有多少粉丝认识呢？都在夸他资源好，而真正认识的人懒得插手娱乐圈的事儿。这下被扒，眼见热度越来越高，林淼工作室连忙发出回应，找服装师出来背了锅，就算了事。但珠宝是赝品，再加上这次高定服装接连翻车，他被黑粉取了一个叫林珊珊的外号。我以为他会收敛一点，没想到公司年会上，他们俩又开始作妖了。林淼估计是下了血本，不知道从哪儿借到一个古早高定，然后画了一个复古红唇妆。平心而论，好看是挺好看的，毕竟娱乐圈红起来的女明星就没有长得丑的。我穿的比较素雅，一件纯白色的吊带收腰裙，怕冷还搭着一个披肩。周鑫故意端了一杯红酒过来，我预判了他的预判，在服务生路过的时候伸了一只脚出去，又假装扶住了他。人虽然是没倒，但是托盘上的酒全部散在了周鑫的身上，他脸都要气绿了，尖声喊道：楚楚，你太过分了！我故作惊讶的捂嘴，哎呀，这不是周大经纪人吗？这是怎么了呀？说罢走到他旁边，裙子下摆大，我趁他不注意用膝盖一顶，他就跪下了。哦，拜年呀，这年已经过了，现在下跪不太合适吧？哦，你说你要给我道歉呀？既然这样，我就不客气了哦。笑话，豪门里的争斗多，就这点小把戏，跟我玩？周鑫哑巴吃黄连，有口说不出，跪在地下抬起来头，咬着牙齿，声音像是从牙缝中挤出来。楚楚，你等着！我耸了耸肩，等啥呀？吃席吗？这不现成的。周鑫被身边的人拉走了，但我知道他还憋着大招呢。再看过去，林淼一脸阴鸷地看着我们这边，显然他也觉得周鑫蠢，要不然怎么会想出这么低劣的招数呢？他稳了稳神色，朝我走来。
我端着红酒杯，慢慢品尝着美酒，想看看他能出个什么招来。恭喜妹妹呀，红了。他举起酒杯，故作温柔，托姐姐的福啦。我也笑得甜美，脸上笑嘻嘻，心里 MMP。跟谁这儿姐姐妹妹呢？哦，我在娱乐圈几十年呢，不就是这样的，30年河东30年河西，那意思就是说我红的有水分，跟他比也就是昙花一现吧。哦，我漫不经心道，今天可能在天堂，明天就在地狱了。他扬着脸，你说他这点小心思用在演技上，也不至于被黑粉骂演什么都一个样子了。懒得搭理他，却看到他不动了，目光紧紧盯着一个地方。我扫眼过去，那不是我家老公吗？哟喂，一身高定西装，还真的是非同凡响的帅啊！这颜值放到哪儿都是舔屏的存在。林淼一脸花痴看过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周鑫又来到他旁边，露出奸诈的表情。我朝方思妍抛了一个媚眼，等着好戏开场。方思妍看向我们这边，我能感觉到林淼的身子一僵，连呼吸都放缓了。周鑫恶狠狠说道：“楚楚，过了今天，你就会消失了。”下一秒，方思妍走了过来，林淼眼睛都亮了。方总、周鑫在他旁边也是一脸期待，而方思妍的视线根本都没有在他们身上停留。微皱眉头，把西服外套脱了下来盖在我身上，穿这么少不冷吗？我嘟着嘴，娇嗔，人家已经有披风了，你脱给我你怎么办啊？说罢，走上前一步，挽住他的手臂，甜腻腻道：“老公，听说你又多了一个老婆。”林淼和周鑫瞬间愣在了原地。我看周鑫一脸惊恐，嘴唇都已经在发抖了。林淼僵硬着脸，一声不吭。方思妍的眼神冷冷扫到他们俩的身上，谁说的？这狗男人演戏倒是挺配合的。我努了努嘴，有人散播谣言哟，说林淼姐姐是你老婆，让我们都让着她点，以免得罪了大老板你呢。我就想，你有这么可怕吗？周鑫腿都快站不住了，眼圈都红了，不知所措地看向林淼。这个蠢货一直都在被人当枪使，但林淼好歹也是在娱乐圈混过的人，他收起尴尬，微微一笑，可能只是别人的玩笑话呢，能跟方总扯上一点关系，也是我的荣幸了。姐姐这话说的好像是赶着当三一样，怎么能这么轻贱自己呢？哦，我忘了，粉丝们都亲切地喊你林珊珊，怪不得，嘿嘿，阴阳怪气，谁不会一样？林淼牙齿都要咬碎了，碍于方思妍在场，只有把愤怒往肚子里咽。不好意思，身体有点不舒服，不打扰方总了。我关切道：“林淼姐姐，这是怎么了呀？我看你脸这么红，要不要喝点绿茶降降火呀？”林淼僵硬地笑：“不用了。”说罢和周鑫一起走了。哎，真没意思，你看他战斗力弱成啥样了？我边吃着小点心，边跟方思妍抱怨，就这点水平还敢抱你的大腿？他挑眉，哦，我嗨嗨一笑，塞给他一颗草莓。我是说，本来还不想公布跟你的关系的，没想到你这身份居然这么好用，有其他大佬找方思妍谈事儿，我识趣的去了另一个地方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我看到消息，太太，他们要给你下药了，这都21世纪了，怎么还有这么老土的方式啊？紧接着，林淼就出现在了我面前，他示意服务员过来，端起了2杯酒，一杯给我，一杯他拿着，然后他开口了：“楚楚，这段时间我替你道歉。”我静静听着，他继续说道：“以前的事都是工作室在打理，我也受人挑拨，其实没想那么对你的，都是我的错。但我们现在在一个公司了，你还是老板娘，以后的事情还需要你在方总面前多吹吹耳边风了，毕竟公司赚钱才是最重要的。”说罢，拿着手里的酒杯一饮而尽，然后满怀期待看向我。我摇晃着酒杯，林淼露出可怜的表情：“妹妹，这是还在生我的气吗？”我抬眼看过去，这杯酒不会有问题吧？电视剧好像都是这么演的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他身子明显感觉僵硬了一下，但很快又捂着嘴轻笑：“妹妹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我怎么敢啊？更何况这里都是监控。”随即又变脸，一副渲然哭泣的表情。既然妹妹这么不相信我，那我也没话可说了，只求妹妹能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不要封杀我。我笑：“姐姐话说反了吧？要封杀我的不是你吗？”在她要辩解的时候，我仰头喝下了那杯酒，酒我喝了，姐姐该高兴了吧？楚楚妹妹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她微笑着来挽我的手，一副奸计得逞的样子。那我如她所愿，不过一会我就表现得头晕，全身发热。林淼扶着我：“楚楚，我扶你去休息一会吧。”如果马上就同意，她反而会起疑心。于是我婉拒：“不用了，我坐位置上休息一会。”但是戏还是演得到位，趔趄了一下，我假装站不住了。林淼依旧好心：“楚楚，你这样不太行的，楼上有休息室，我送你上去。”我做出将信将疑的样子看着他，他一把抱住我：“走吧。”我看着他，眼底闪过一丝得意。我半虚弱地靠着他，眯着眼睛跟着他上了电梯，又出了电梯。当走到门边的时候，他悄悄拿着房卡刷开了，然后他准备把我推进去。可是我在他松懈的时候，直接先一步拿了他手里的卡，把他推了进去。这里面的路我可比他熟悉。很快，里面传来他的呼救声。我整理了一下头发，悄悄离开，让总助盯着这里的动静。我跑去我方思妍的办公室等着。总助发来监控，画面里周鑫跑去找了方思妍，然后给我发来消息：“
太太，跟你预料的一样，我翘着二郎腿又打开电脑看了看之前的，他已经把林淼扶我上楼的那段删掉了。这次画面里，我看到周鑫、我老公还有公司一大批的人一起涌进楼上那间房，再然后门打开了，总助先跑了进去，随后我手里就多了几段视频和照片，里面的林淼媚眼如丝，被子盖住了身体，身边躺着一个男人，挺好的，好戏上演了。我叫了方思妍另外一个助理陪我下去，下面正乱作一团。周鑫看到我走过来，大声喊道：“就是楚楚做的。”我一脸无辜，我做什么了？是你给林淼姐下药的，是你把她送进房间的。我微微一笑，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？有人要进房间，周鑫死拦住。真不知道林淼给了他什么好处，这还护着。方思妍沉着脸发声，让开。周鑫死咬着牙齿。门又一次的看了，林淼和里面的男人已经穿好了衣服，但是林淼还有点神志不清楚。方思妍眼神示意了一下总助，他接了一盆水泼了上去，林淼全身湿透了。古早高定裙此刻皱皱巴巴，失去了最先光艳的样子。他也逐渐转醒，看着这么多人看他，整个人崩溃着大叫起来：“楚楚，你这个贱人！”我赶紧躲到方思妍的背后。方总，我好怕哦。楚楚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给我下药，把我送到房间。他的泪水不断的往下流。我顿了顿，解释：我刚才不舒服，你把我扶到厕所，我吐了后去方总办公室休息。我什么时候下药？就是你就是报复我把你的角色抢走了。话说出来，林淼才发现不对，又叫嚣着：你凭着和方总是夫妻的关系，捏死我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。好家伙，这搬弄是非的能力可不是盖的。周围有工作人员听说我跟方思妍还有这层关系，议论纷纷。趁此机会，我赶紧搂住他的腰：老公，他们之前说要封杀我，呜！众人。我继续道：我就是不想因为大家知道这层关系才刻意隐瞒的，这下好了，直接公开吧。方思妍紧盯着林淼，所以今天是你准备对我老婆下手。周边一阵冷气压，林淼此刻失去了往日的嚣张气焰，慌不择言：是楚楚，是他要害我。我冷笑着：林淼，说话做事要讲良心的，你就是想利用资本打压我，让我爆出丑闻，这样你就可以取我而代之了。楚楚，你蛇蝎毒妇！我拍了拍手。那好啊，我们看看到底是谁做的。总助打开了手机，里面清晰地传来了周鑫和林淼的声音。林淼，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周鑫，准备好了。林淼，赶紧动手，让楚楚那个贱人再也翻不了身。这下我看方思妍还怎么保他。周鑫，已经放进酒里了，待会你记得拿里面最多的那杯，其他几杯全部放了，这样他不容易发现。林淼，房间里的男人找好了吗？周鑫，自然的，你只要扶着楚楚上楼。15分钟后我会去找方思妍，然后让大家亲眼见证楚楚的私生活是怎么样的糜乱。林淼，你记得第一个冲到前面拍照，明天我要在各大营销号上看到照片和视频。周鑫，放心吧，今天后再也没有楚楚这个人了。录音放完，周鑫和林淼脸都白了。其实我还蛮佩服他们俩的胆子的，在我的地盘对我动手。我怀疑他们是吃猪饲料长大的。不够吗？还是方思妍厉害，早就吩咐总助暗中协助我了。我故意弄湿周鑫的衣服，在他去换衣服的时候安装了窃听器。他和林淼说了什么都在我的掌控中。我喝的那杯酒早就被总助安排人调换了，林淼才喝了有药的那一杯。于是我就配合他演戏，再把他送了进房间。周鑫不知道，于是按照计划找来了所有人，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眼看着事情败露，林淼直接瘫在了地上。周鑫还不死心，往我身上泼脏水，但确实是你把林淼送进房间的。楚楚，这件事你脱不了关系。总助直接打开了电脑，给大家放了监控。监控里是林淼自己走进了房间，而我出了电梯后从厕所出来，就去了方思妍的办公室，来也是方思妍的助理陪我来的。我有不在场的证据。我微微一笑看着林淼，林淼姐姐是不是烧糊涂了？眼看着再也没办法狡辩，周鑫死瞪着我。楚楚，你别以为这样那个角色就会给你了，我已经明确拒了导演，女一的角色不会轮到你的。我笑死。周鑫，你可真天真，现在你们俩把我的身份都曝光了，以后我不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带资进组了吗？我有演技，我怕什么？不然刚才怎么能演的连林淼都没发现呢？方思妍开口：林淼，公司会跟你解约。周鑫，你被公司开除了，要不是方思妍的精力都在方氏集团，之前林淼也不可能被签过来，还妄想勾引我老公，把我踩到泥土里。这下解约不需要钱，辞退周鑫也不需要赔偿，真好。晚上回去，方思妍还一脸不高兴。我贴上去，怎么了吗，老公？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们的计划？我陪笑，要是你知道了，肯定不同意。不同意的话，我也不可能一招就打死他们俩啊！我上前捏了捏他的脸，蹭了蹭，别生气啊，老公，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报仇不亲自报仇，根本连觉都睡不好。他一把扔我在床上，那你今晚别睡了。我果然被折腾了一宿。第二天下午，我接到了之前导演的电话，
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，是因为什么原因你拒了这个角色呢？我在床上一蹦3尺高，导演，实在是对不起，我非常喜欢这个角色，之前可能有一些误会，我约了导演见面，最后顺利拿下了角色。导演说，这个角色本来就是疯批，又恨又美艳，他看了我之前的表现，一眼就选中我了。所以周星给我拒了后，他还失落了很久，但还是想了解一下为什么。还好，最后误会解开。后来我凭这个角色大火，直接跃升一线。然后我官宣了和方思妍的关系，并在第2年有了可爱的宝宝。网友都在说，这姐呀，真的没粉错，巅峰时期去生娃，也只有她能干出来了。楚楚的人设全网无代餐，疯批毒舌又让人很爱。不，最重要的是她会演戏啊！那个角色我一生的爱。一直拉踩我家楚楚宝贝的林淼呢，因为那件事被现场有些人爆了出去，连带着翻出了她以前很多的黑料。以前听说林淼有一部戏被导演钱了才能得到了一部电影的女主角，关键是她演砸了，陪吃陪喝陪那啥这种事儿，在这个圈子里也不算是什么新鲜事了。但是这次被放大了，一时间林淼在全网被骂滚出娱乐圈，再加上方思妍气不过，在圈内下了封杀令，于是她再也没有在大型场合里露过面。听说最后跟周星一起到地方走学演出，被大佬玩废了，然后又随潮流干起了直播。最后因为被举报偷税漏税，他和周星都进去踩缝纫机去了。而我和方思妍在微博上发了一家3口的牵手照，配文岁月静好。